老板，我看你这包子铺地段虽好，但客流转化率太低，缺乏核心竞争呀。去，哪儿来的穷酸秀才，买不起别挡道。哎，格局小了不是？咱们做个资源置换，我给你出一套饥饿营销加下线劣币的商业模式，保你下个月营业额翻3倍。我不收咨询费，算你天使投资。先给我拿2个肉包子垫垫，就当入股我的智慧结晶，稳赚不赔。闹了半天想白嫖老子的包子，滚！再捣乱我一擀面杖削你！粗鄙，简直不可理喻，活该你一辈子卖包子没法上市。什么商业荒漠，连风投概念都没有，真是秀才遇到兵。也就剩你这点家当了，回头找当铺当换饭吃。等下就说这锅是古法锻打，省油不粘锅。算了，这破样也没人信。哎呦我操！你走路不看导航的吗？瞎呀！这可是我祖传的和田玉，今天你不赔钱，我跟你没完！导航？大钱土著说话这么吵？不对，这脸怎么越看越像苏雨那货？兄台，敢问奇变偶不变？符号看，象限，宫廷月角，180一倍。兄弟，你也穿来这鬼地方了？搞个屁的工啊！老子穿这个打铁的，3天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寸度假度啊！咱俩昨天不还在宿舍连坐打游戏吗？林峰，你是疯子，太惨了，兄弟！我堂堂商学院院花，刚才为了2包子差点被土著用擀面杖爆头，这破地方连外卖都点不到啊！行了，别哭了，省点体力。走，先回我那铁匠铺，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。咱们俩能一起穿过来，绝对不是巧合。现在当牛马就算了，到了这儿连拼音都没有的古代，哼，还能被尿憋死？没错，这群连 PPT 都没见过的古代人，懂什么叫商业？兄弟，不修仙不科举，这把咱们就在这古代搞个纳斯达克敲白。兄弟，你确定这是咱们初创公司总部，不是古代生化实验油脂？别挑了，这片贫民窟里，这都算独栋大平层了。宋大爷，我回来了。风儿啊，这位公子是？大爷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远房表哥苏雨，他来黑市中充亲，被骗了，钱财全没了，我就先带他回来住几天。哎呦，原来是自家人，造孽呀！这世道乱的。哎，总算能吃上饭了，最差也得是个杂粮饼吧？饿坏了吧？快，大爷今天特意留了干粮，你们哥俩先对付一口。这是啥？防弹装甲原材料？黑面混高粱壳的窝窝头，顶饿。我去，这哪是窝窝头？这分明是单兵战术防弹装甲！大爷，您平时就吃这个？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咱黑石城地处边荒，地里本就产不出多少粮，加上这世道，普通人能活着就算命大了。大爷，不是我说您，您这商业模式有问题啊！您有技术有场地，干嘛非打这种劣质农具？咱们产业升级，做点高端定制兵器或者铁器工艺品，走轻奢路线，溢价率绝对高。我的小少爷，这话可不敢乱说，要掉脑袋的。大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。在这黑石城，天是皇帝的，地是钱半城的。钱半城就是盐铁商会的钱大富，他姐夫是守备军统领。这城里城外所有铁矿盐巴全攥在钱家手里。咱们这些底层铁匠每个月只能从钱家高价买一点废铁渣，打出来的模具还得低价卖给商会，由他们统一卖。垄断？官府不管吗？官府的大人早跟钱家穿一条裤子了，敢私自造兵器，那是谋反大罪，诛九族，开炉炼铁。前阵子城东牢里头偷攒了点铁矿石，被钱家的赵管事发现，活生生打断双腿，扔去乱葬岗喂野狗了。不光是铁，连吃的盐也被钱家掌控，卖的都是发苦的粗盐块，价钱却高得离谱，百姓买不起又不能不吃，只能被敲骨吸改。本以为是新手开局刷副本，合着是落地就遇行业巨头全方位封杀，连个 PPT 都没有就地狱难度。铁器这条路暂时碰不得，钱家管铁是沾了军备红线，咱们现在没钱没人没武力，碰铁就是找死。那就换个赛道，民生必需品，高频消耗，技术壁垒对咱们来说几乎为零。盐，
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私自贩盐也是杀头的重罪，前半程能把咱们活剥了。大爷您放心，咱们不犯私盐，咱们只是大自然化学反应的搬运工。我负责研发生产，给我1天时间。你呢？我负责市场调研、产品包装和营销方案。只要你东西过硬，明天我就让黑石城见识见识什么叫跨越几千年的商业降维打击。疯子，你这高中化学知识点真没记错？这古代粗盐可是带毒的，真吃死人咱们直接全剧终，反派都没得当。闭嘴！你一个商科的懂什么叫数理化，大爹？这玩意儿发苦还带毒，全是因为里面有氯化镁、硫酸钴这些杂质。搁我们那年代，初中生都能做提纯实验，也就这朝代的人不懂，哼，硬扛着吃。行，技术你搞定，反正我听不懂，就感觉挺牛逼。等你这雪花岩造出来，剩下的全交给我。你的 PPT 画的怎么样了？兄弟，我分析透了，前半程内盐就是高价低质的垄断模式，看着厉害，抗风险能力极差。只要咱们替代品一出来，他客户直接崩盘。再整个拼刀刀模式，买1罐银盐，拉来3个新客户，直接全额退款，白嫖。你这是在古代搞传销啊！小心官府把咱俩进猪笼。读书人的事儿能叫传销吗？这叫社交裂变拉新。还有呢，咱们弄批小盐罐，随机往里塞点老宋头打废的小铁钉，再写几根再来1罐的竹签，这就是盲盒，售价比单买贵2成。我保证这帮人能抢疯。合着我这化学提纯顶多是个技术岗，这学金融的才是真的杀人不见血。成了。老天爷啊，这是盐，怎么能这么白？就算是宫里的贡盐，也没这么白净啊！凤儿，你这是仙法变出来的？大爷，这叫科学，您尝尝，一点都不苦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大爷别拜了，今天过后，咱们就是黑石城的神。疯子，装罐打包，咱们去集市，教教这帮古代人什么叫现代商业降维打击。黑石城盐市即将变天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京城特供皇家专享，大钱独一份的雪花神盐今日降临黑石城啦！各位父老乡亲，我知道你们平时吃的那叫啥盐，那是带毒的土疙瘩，发苦发涩，吃多了掉头发。今天大钱商会黑石城分店给大伙儿带真正的好东西来了。这真是盐，瞅着比白面还细。口说无凭，味觉不骗人。今日新品上市，免费试吃，不要钱，白嫖。没苦味儿，一点苦味儿都没有，显得这么正。天老爷，用这盐包包子，我能把生意做到天上可占去。排队，都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公子，这神盐怎么卖？这盐工艺繁杂，京城原价10两银子1罐，今天咱们普惠大众，开业特价100文1罐。别急着走啊，觉得贵是没找对买法。今日开业酬宾，搞亲情拉新活动，你买1罐，再拉3个从没买过的新客钱，他们每人买1罐，你这罐的钱我全额退款，等于白拿。我买，我这就去叫小舅子和隔壁掌柜的来，去街口买盐白拿。我操，你这套路搁这年代简直是降维屠杀，这帮老百姓哪顶得住啊？别急，还有终极杀招呢。咱们还有至尊盲盒版，120文1罐，盲盒里的盐多1成，每个罐子还藏着彩蛋，可能是金刚小匕首，更有1/10几率藏着再来1罐。给我来3个盲盒，我就不信开不出免单。120多两，就1上午，按这高稿率，咱们赚了普通铁匠铺10年的利润。七糟物六，只要产能跟上，咱们就是大钱的罗斯柴尔德家族。去查查这2个小子的底细，敢在黑石城私自卖盐，我看他们是活腻歪了。这块肥肉得给钱爷送过去。老宋头，
别摸你的破铁了，出来接驾！风儿，你们这是抢了钱庄还是劫了粮仓？快趁天黑跑出城去！大爷，我给你们顶罪！大爷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们是正经良民，这些全是今天卖盐赚的钱，正大光明买的。就凭那罐白盐，能买这么多东西？好吃。老头子活了60岁，这辈子值了。一顿饱饭而已，在这地方居然成了奢王。一共128两盐饵，白银零400位铜钱。但宇子，今天在集市太招摇了，我瞅见好几个破皮盯着咱们。前半程垄断盐铁这么久，咱们抢了他生意，明天再摆摊儿，肯定要出事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从明天起，咱们不摆摊了。不摆摊儿，那盐怎么卖？我还打算今晚通宵在提春10罐。格局打开，摆地摊是最低级的玩法。我要在黑石城搭一套 O2S 线下配送加社区团购的网络。说人话，雇人。黑石城什么最多？流浪汉、小乞丐、无业游民，半个缩头就能让他们拼命。咱们招一批机灵的小鬼，统一胳膊绑红袖带，就叫外卖铁骑，把盐拆成小罐给他们，串街巷上门推销，卖一罐提2文钱。前半程想找麻烦，总不能抓遍全城的流民吧？商业的事儿你全权负责，但光靠卖盐守不住地盘，得有硬家伙。这啥？轮子套轮子的？水利断床的雏形。提纯盐没什么技术壁垒，早晚会被抄走。咱们真正的底气在打铁上，造水车带图轮机构，搞全自动水利断锤，然后搞初级军工，标准化连弩和金刚护具。前半程有几百打手又怎么样？等我流水线建起来，看是他的大刀硬，还是我的连发弩硬。王大妈，雪花盐送货上门，假1赔10，今天下单还送磨刀头。掌柜的，对面迎客楼用了咱们的盐，生意都翻番了。您不来10罐，量大月脆。你是说，整整5天，咱们铺子里1两盐都没卖出去？少爷真不是小的不用心，不知哪儿冒出来个大钱商会，卖的白盐没苦味，现在全城买他们的，咱们的盐白送都没人要。废物，敢动钱爷的饭碗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去抓几个绑红布条的小叫花子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过江龙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是。难怪钱爷的盐铺连鬼都不上门了。说，这盐是谁让你们卖的？人在哪儿？配方在哪儿？嘴硬是吧？老子数3收，不说先剁你1根手指头。刀下留人，和气生财嘛。你们就是那个狗屁大钱商会的主事？哼，我当是哪儿路过江龙，原来是俩要饭的，偷了谁家的秘方，敢来黑石城抢钱爷的买卖？去回院子找宋爷爷。今天算你带薪休假。小子挺狂啊，当老子不存在？这位大哥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我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没拜门头，冲撞了钱爷的生意，实在罪过。哼，算你小子识相。不过50两就想买命，太便宜了。钱爷发话了，带着制盐秘方，亲自去盐铁行磕头认错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不过大哥您想啊，秘方就算交上去，制盐的苦活累活不还得底下人干？我们大钱商会有技术，钱爷有渠道，咱们搞战略合作，岂不是更好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简单说就是利润分成。以后黑石城的盐我们全包生产，钱爷什么都不用干，每个月拿3成干股。大哥您中间搭线，我私人再给您抽半成，咱们把盘子做大，双赢啊！你说话算数，白纸黑字，天地为鉴。行，算你懂事儿。今天先放你们1俩，话我会带给赵管事和钱爷。走。真有你的，3言2语就把他们打发了。真打算给他们分红？分红？我分他大爷的红。那你刚才，疯子，我们之前错了，不能用现代商战的逻辑猜古代这些人的底线。现代商战顶多是收购退市，在这儿，商战到最后就是肉体消灭。你刚才没看见他拿钱的眼神吗？看我们根本不像看合作伙伴，像看死人。对前半土这种土皇帝来说，弄死我们，抢走配方，独吞全部利润才是最划算的。那50两最多能稳住他们2、3天。你是说，他们根本不会和谈，只会来硬抢？不仅抢，为了秘方不外泄，肯定会斩草除根。黑石城的天要变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回去打铁，给我拖住2天。
我让这帮古代黑社会看看，逼急了的理工男能做出什么怪物。大爷，别拉风箱了，接下来几天咱们不卖盐了，您去多买些干粮囤着，咱们关门谢客。啊，不卖了？那咱们吃啥？吃肉，不过吃肉之前得先把想吃咱们肉的豺狼全宰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俩不知哪儿出来的小子，不仅没跑，还妄想跟凭咱们分黑石城的严氏，50两银子就想买通我的人，真是笑话。老爷，那俩小子确实邪门，这盐的成色，经理的贵人都未必吃不上。那个叫苏雨的满嘴胡话，什么技术入股，依我看就是在拖延世界。拖延世界的秘籍番，在这黑石城，只有握在钱家手里才值钱。跟两个死人谈什么分红？老爷的意思是，今晚这雨小不了，是个好天气。城防军王统领那里边我打过招呼了，今晚城南一带闹出再大动静，巡夜的也都是聋子瞎子。老爷放心，我亲自带队。今晚过后，世上再无大秦商会，制盐秘方明早一准放在您案头。去吧，手脚干净点。老铁家将那俩小子一个活口都别留。驴子，把齿轮卡左边凹槽里。成了，疯子，成功了！2天2夜没合眼，总算把搓出来了。有这水利短潮，今天零件能批量造，对付打手就有底气了。连弩机括我已经打磨了一大半，有了断锤，明早就能全部组装完。30把连弩在手，赵管事赶来强攻，我让他们全变成刺猬。等武装够了，再回来跟前半程算账。不对，前半程真想要秘方，绝不会给我们2天时间准备。他明知道我们在城里，为什么没动静？你是说，今晚老洞头？老骨头，那2个外乡小杂种呢？把制盐秘方交出来，给你个痛快，不然我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老头子，不知道你们说什么，这里只有打铁的，没有秘方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搜！管事，这老东西怀里死死抱着个盒子，肯定有鬼，拿过来。走。这是凤儿的命根子，你们不能拿，不能啊！老狗敢咬我！这画的什么鬼画词？老子要的是雪花岩的秘方，方子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什么盐，这里只有打铁的。不知死活的老狗，给我砸！拆了这个破铺子，挖地3尺也要把秘方找出来！真晦气！点火，烧了这破地方。老宋头！大爷！我以为妥协，谈条件就能争取时间。我以为商战最多是损点利益，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哭什么？
大爷还没死呢。大爷，别说话，我带你去看大夫。宇子，快来帮忙！没用了，那帮畜生没找到秘方，银子被抢了。图纸没丢。风儿、宇子，你们跟着黑市城的泥巴不一样，是有大本事的人，拿着钱走，逃得越远越好，去京城看看大风光，别再回来了。大爷！游戏结束了，用命护着我们的老头不在了，唯一的家被火烧没了。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。老宋头的命，还有黑石城这么多人的血债，得有人还。去把城里所有流浪汉、小乞丐都召集起来，告诉他们，大钱商会准备发军饷了。收到。1号位，卡村打磨完毕，入流水槽。2号位，弓弦测试合格，推下一道工序。3号位，连弩机枪组装完成，上膛测试，正常。把连弩拆成10几个基础零件，配合水力断床，产量翻了数十倍。峰哥，第一批50把大钳型连弩全部下线。让兄弟们分批休息，继续赶工。箭头全部催麻药。鱼子的金融战应该已经打响了，等前半程狗急跳墙，迎接他的得是真正的钢铁洪流。废物，一群饭桶！整整3天，连2个毛孩子的影子都摸不到，反倒让他们在城里溜来溜去。老爷息怒，那俩小子太狡猾，烧了铁匠铺就消失了。城防军在搜山，一定搜山。黑水山脉100里深，你搜得到？老爷，虽说没抓到人，但这几天城里没人卖雪花盐了。东家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天真要塌了！今早钱庄门口围了几千人，全来挤兑提现，库房里的现银快被掏空了。什么？挤兑？无缘无故的，这帮泥腿子抽什么风？不知道哪儿传的谣言，说咱们盐铁生意崩盘，粗盐全烂库房了，还说您私吞军饷，马上要被抄家问斩。老百姓怕银子打水宽，疯了一样拿着票号来兑呀。是谁？是谁在造老子的谣？宇哥，全办妥了，兄弟们散在33家茶馆，现在连野狗都知道前半程要破产了。干得漂亮！记住，造谣的精髓是9真1假，他盐铺停摆是真，跟城防军有勾结也是真。把真事掺点料抛出去，由不得人不信。可是宇哥，前半程家大业大，把银子拿出来补上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泥鳅，你记住，金融战里最可怕的不是没钱，是恐慌。1个人取钱是花钱，100个人取钱是避险，全城人取钱就是踩踏。前半程手里的现银绝对扛不住。为了平事，他只有2条路，要么低价变卖家产，要么借高利过桥。不管选哪条，资金链都会烂掉。信息币的古代，我用现代做空逻辑打它，就是降维屠杀。走，去钱庄门口看看咱们的土皇帝怎么变成丧家之犬。还钱！把老子的血汗钱还回来！前半程要跑路了，冲进去抢啊！都给我住手！各位乡亲，别信小人谣言，我钱某人家里大业大，怎会欠这点银子？今天持真票的，统统对付！把库房最后5万两现银摆门口，让他们看。大家别上当，这点银子根本不够分。内部消息，前半程早把大头转移到城外了，这是拖时间的诱饵。再不抢，连渣都剩不下。老宋头，这只是利息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老爷，查清楚了，带头闹事的全是贫民窟的要饭的，
就是那两个卖盐的小纵在背后搞鬼。果然是他们，资本玩不过，那就掀桌子。备马，去城防军大营，就算躲进黑水山，我也要把山翻过来，把他们千刀万剐。钱老板，外面都传你破产了，跑我军营来做什么？王统领，借我500金甲，封锁黑水山脉剿匪。事成之后，我钱家所有盐铁矿脉商铺契约分您8成。对付几个泥腿子，用得着500金甲？统领，贼人邪门的很，拿到提纯精盐秘方，稳赚不赔。好，赵副将点起500弓弩手，重甲步兵，随钱老板出城剿匪。记住，不管死活，秘方必须拿到。疯子，500人全副武装，还有重甲兵。落差30米，东南风3起。敌方在谷底毫无掩护，等进入中段，关门打狗。冲进山寨，男的杀光，女的留下，抓住姓林姓苏的，赏银500。怎么回事？有埋伏！底下的城防军听着，大连商会诸首领放下武器，抱头蹲下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放肆！养车，把贼寇射成筛子！给我放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鬼兵器？怎么不用重新上弦？幻侠，第2轮放！鬼啊！他们是天兵天将，别打了，我投降！赵管事救我！别杀了，我们投降！投降！2位爷爷、祖宗，饶命啊！我的钱庄盐铺全给你们！老宋头死的时候，求你们留条活路，你们听了吗？老钱啊，在我们家乡有句话，时代抛弃你的时候，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。从今天起，黑石城进入工业时代了，而你就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件祭品。你们造反吗？王统领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们没死，我那500精兵呢？统领，降了吧，钱家完了，时代变了。王统领，前半程许你8成产业，那是空头支票，他人现在都挂在城墙上了。我不一样，我最讲契约精神，讲究双赢。你想怎样？黑石城防务依旧归你管，以前军饷朝廷发一半，钱家补一半。从今天起，朝廷那半你自留，大钱商会给底下兄弟发的军饷，在原基础上翻倍。不止如此，以后大钱商会外地商路的护送，算你们外包接单，按趟抽成。跟前半程混，你顶多是个贪官；跟我混，你是跨国安保集团区域总裁，名利双收。考虑考虑。属下王猛愿为大钱商会赴汤蹈火。第1条，废除盐铁专营，大钱商会无限量供应雪花盐，10文钱一罐。10文？以前苦盐都要30文啊！第2条，商会工坊矿山做工实行8小时工作制，每日4个时辰，超时发双倍加班费。第3条，设双休制度，每做工5天，带薪休息2天。第4条，设医校保险基金，做工受伤，商会全额报医药费，还发养家银两。这是真的？不会是骗咱们去当苦力吧？各位父老乡亲，以前的黑石城是吃人的黑石城，从今天起，这里是咱们共同的产业园区。只要敢干，我保证家家户户吃上白面肉包子，穿上没补丁的衣服。
家人们谁懂啊？穿越过来是当反派黑恶势力的，凭什么天天还要盯 Excel 啊？这帮人连阿拉伯数字都不会写，看得我 CPU 都快烧干了。别嚎了 ，CPU 可以先歇歇，咱们马上要断电了。啥意思？州府动手了。前半城以前是州知府的提款机，现在提款机没了，人家急眼了，以闹瘟疫、进山剿匪为由，在外设了8道关卡。咱们的精盐、铁器运不出去，外面的粮食也进不来。这老小子不讲武德，打不过就搞经济制裁，这是雾里拔网线啊！不止，咱们现在发着双倍军饷，养着几百号工人，只出不进，最多撑半个月，大钱商会就得破产。这招釜底抽薪，资本家看了都得流泪。想困死我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这帮封建余孽根本不懂什么叫降维打击。低端市场封了，咱们就搞高端奢侈品，割州府富商的韭菜。路都封死了，怎么割？爬狗洞，所以得搞个神级产品，让他们就算爬狗洞贿赂守军，也要削尖脑袋钻进黑石城抢的那种。疯子，掏技术储备，有没有成本跟白捡一样，属于遥遥领先的仙家法宝？巧了，还真有。走，去黑水河畔2号工坊。今天让你见识见识。什么叫点沙成金？峰哥，疯爹，大夏天把我薅到这火炉边上，就为了看你玩沙子？哼，闭嘴！没文化真可怕。石英砂、草木灰、石灰石这3样搁古代1文钱不值，现在的琉璃用的是1000倍配方，有毒还浑浊。今天给大钱王朝来一点小小的碎三阳震撼，开炉！尊都假都，你手搓出现代糕点杯了，这纯度，这透光率，疯子，这玩意儿成本多少？算上烧煤的钱，撑死3文钱。3文钱成本，这利润率，马克思看了都得连夜爬起来改《资本论》。疯子给我造，老子要办大钱史无前例的秋季新品发布会。渠道、物流、定价，只要拿下这3地，整个大钱的奢侈品市场都得洗牌。哼，搞什么名堂？黑漆漆的，老夫掏了10万两才进来，要是敢打粪铜烂铁糊弄人，老夫拆了他们这破商会！Are you OK？ 各位贵客，欢迎来到大钱商会秋季新品发布会。今天我们不谈赚钱，只谈情怀，谈如何改变世界。这是琉璃？不可能！天底下哪有这么纯净的琉璃？连宫里的贡品都比不上啊！不，它不叫琉璃，它叫滨海龙晶，是我们商会探险队牺牲了3000名勇士，从真龙巢穴里采来原石打磨而成。它搭载了大钱商会最新研发的硫酸盐 2.0 架构，透光率遥遥领先，手感遥遥领先。用它饮酒可净化酒中杂质，去毒养身，这才是真正的高端局。别废话了，多少钱？老夫买了。买，格局小了，这叫认购。滨海龙晶全大钱限量发售，今天现场只放1个首发体验名额，起拍价5000两白银，开始竞拍。我出1万两。1万两就想买真龙至宝，我出15000两。2万两，谁敢跟老夫抢？2万两1次，2万两2次，2万两3次，成交！恭喜金老板拿下超级单品。顺便通知各位，大钱商会下月将发售第2批滨海龙晶，但我们不收银钞，只认现银和粮食。谁能突破州府封锁，把粮食运进黑石城，谁就能获得 VIP 优先购买权，还能享受专属折扣。一群蠢货，为了这点东西争得头破血流。3文钱的成本，却能让他们抢破头，这世道，资本家真会玩啊！哈哈哈哈！脏什么？这叫利用资本的贪婪，反向破解贸易封锁。等着看吧，
不出3天，知府的关卡就得被这帮富商撕出个大口子，粮食得源源断断的送进来。毕竟，比起封锁咱们，赚银子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。这波啊，这叫降本增效的终极胜利。咱们现在要钱有钱，有人有人，周边几座城都被渗透成筛子了。下一步该上市了。两位老板，谢玉商队刚进城，领头大胡子非要见你们。他说京城有位天大的人物，花了1万两黄金运费，指名道姓要送个快递给你们。1万两黄金运费，顺丰也不敢这么收啊！这特妈，大钱王朝还有这工艺啊！哥几个，听说你们在边荒发财了，微我50两黄金，我被困在京城当皇帝了。咦，我操！不仅是穿越者，还是个会玩微我5烂梗的穿越者啊！你看这个当字中间一竖总往右歪，当年咱们寝室通宵开黑被通报，那份写得像狗爬的检讨书是谁执笔的？我操！是隔壁床的常威，老大当了皇帝啊！字迹肯定是老大没错，但他真要是实权皇帝，怎么会缺50两黄金，还要用这么隐蔽的方式传信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老大穿过去是个傀儡皇帝，被软禁了，或者被权臣架空了。疯子，你怎么说？咱们寝室的规矩，打游戏被人赌全闪，当兄弟的能见死不救吗？说得对，哈哈，傀儡皇帝也是皇帝，把老大扶正了，咱们就是大钱最大的皇室国企。一丘，传令下去，大钱商会进入1级战备，所有高炉全负荷运转，滨海龙晶全部装车，发兵京城，咱们去给老大送这50两的黄金。